可能对于国内外的历史真的是了解非常多，特别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历史。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历史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启发。对对，他对历史是信手拈来，然后一讲能讲好几个小时。那个藿香你是就是在哪一个省？我在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广州市。然后你是就是在那边出生的吗？是？没有，我跟 Neil 是同样的陕西汉中人。哦，就是上大学工作之后到了广东是吧？对，读研究生来广州。之前我和 Neil 是高中同学，然后我就穿针引线就得了，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些话题。没关系啊。我觉得你之前在视频里面就是展现出那种对人生比较透彻的思考嘛，也是挺让我受启发的。哎呀，太尴尬了，你还是别听了。我正在看咱们之前观众提的问题，我看有没有意思的话题。对，你可以回复一些或者展开一些都可以。你们最近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或者遇到的？就是Neil，你高中的时候还有大学特别喜欢黑塞的作品吗？对。然后也有很多文艺青年他们喜欢毛姆的小说，刀锋啊、月亮与六便士啊，还有人性加速啊这些作品。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都是20世纪的重要作家嘛，他们的那个主题还是有一点相似性的，都是关于探索自我以及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对，你想聊一下这两个作家的作品吗？还是怎么样？对，这两个作家我也特别喜欢。黑塞的我基本上看的快完了，然后毛姆的话，他的比较热门的，像你说的《刀锋》啊，《月亮与六便士》，我也喜欢看。我觉得黑塞的话，他主要是他结合自己的人生成长经历嘛，然后把这种成长的这种历程融入到他的小说里边。毛姆的话，我感觉他更有故事性一点吧，他的那种可读性更强一点，趣味性更强一点，但是也是在探讨人性嘛。对，我觉得这两个作家的作品都非常值得每个人去读吧，就是他把人的那些丑陋和那些高尚的两面都给展现了出来。我觉得包括就是成长里面遇到那些非常细微的那种感触，他都写了出来，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确实，特别是黑塞他的作品里面有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读起来特别像那种哲学或者是哲学小说或者抒情散文一样的。比如说那个最重要的作品，我觉得是悉达多吧。对，悉达多是最有深度的一个作品。对，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过西方人把那个最深刻的哲学理念阐述的如此明白。对，他其实是在讲那个佛学诞生之初以及最核心的一些佛学观念，讲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偏哲理一些，就是跟佛教其实还差别蛮大的。对，就是最初的佛学哲学思想。对，就是佛学诞生到佛学最精华的那些观点，他都用非常，特别是用第一人称的角度去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个理念是如何诞生的，然后它是
怎么来发展和演变的，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少有能看到讲的这么透彻的。对，就是你们俩都看过《悉达多》这本书，是不是？对，对，就是 Neil 推荐给我的，因为它比较薄嘛，你大概2-3天也可以看完。哦，那个藿香也完整的都看过，是不是？对，悉达多这本书我也完整的看过，它只有几十页、100页左右。而且给你们就是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我们可以就稍微展开的去说一下，比如说你们说他从第一人称，然后一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去开始的这种哲思啊，一些对人生的反思，就大约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讲就是佛学它的那个创始人那个乔达摩悉达多嘛，他如何从一个世俗的人，然后走上修行的这条道路嘛。然后他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他有很多次转折嘛。他有时候会想要去修不同的派系，然后还有就是他有时候会回退到世俗生活中，反正就是反反复复的，然后最后达到一个就是非常通透自我，然后非常了明世间的一种状态吧。然后里面就是讲他在就是提升自己这种境界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他是怎么跟这些人去沟通，去谈话，然后是怎么去领悟到那些非常深奥或者说非常难得的那种智慧。就是看这本书的话，你可以更相当于你也经历过了一遍，只是说你没有亲身经历，但是因为他用第一人称带你去经历了一遍，所以你对佛学的这些东西你会了解的更深刻一点，就比直接看那种佛经要好很多。就是他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像一本传记一样，然后去了解这个人。然后我明白，因为我看过他那个佛陀的那个电视剧嘛，就大约可能跟那个剧情会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我特别明白你说的那个点，就是你看这个和看单纯的佛学、佛经或者说佛教的一些内容，它不同的是，这个人感觉是更真实的，然后更活灵活现的，然后你去了解他的这个生活、他的故事、他的一些人生的经历。他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就是他更加真实，因为他有很多普通人都有的一些世俗的想法，也会有很多就是在内心里面经历的一些就是折磨吧，或者说是经历过的一些那些内心里面的挣扎，然后他就相当于带着我们去经历了一遍佛陀的成佛之路吧，感觉。凯文，你现在在录了吗？我一直都在录啊。OK， 明白。偷偷的录。好的。行，那我们就回到最初，就是我们可以就这一期的主题大约就聊一下悉达多这本书，或者说这个叫黑塞是吧？这个作者。是的。就是先从这本书我们来延展，就是比如说那悉达多他一开始那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思想的转变，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呢，他才会有这种异于常人的呀，或者说有一些出世的一些想法，走上了一个另外的道路，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要不你来讲呀？因为悉达多这本书，它其实就是以佛陀的经历为原型嘛。他最开始就是一个古印度的贵族公子，他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然后他对这样物质上的满足不太满意，他觉得精神上比较空虚，还需要寻求一些解答他的精神上疑惑吧。所以他又选择
跟他的家族告别，然后去修行。他修行的话，我记得他先是跟一些苦行的人去路上像云游的和尚一样，对，然后到处去通过祈祷啊、冥想啊，还有去云游四方这样的活动。后面他是遇到了一些高人讲法，他朋友一起去听那些人讲法，然后去跟他们辩论。因为印度这种就是辩论啊、讲法呀，这种包括苦修，可能是比较，就像比我们中国来说，可能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吧？就是他即使过着非常物质条件非常优渥的这种生活，但是他可能是不是就会觉得那些修行的人啊，那些讲法的人，他在干什么？当然，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他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内心感觉到精神的空虚，或者说他有一种直觉告诉他，其实现在的这种生活并不是很终极的状态，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是的。然后他就经历了很多你说这种苦修啊，然后辩论啊、学法。那他大约经历了多久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间？这个我不太记得了。就是应该是挺长时间的，对不对？对。他也就是相当于先去学习也前人的知识，对吧？这个给他的那些很多的宗派啊、宗教啊、法门呐，然后他都学了个遍儿，相当于是这样。是这样。然后他在这些学习当中，他得到了满足吗？或者说收获吗？这些只能说解答他一部分的疑惑吧。他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体验过世俗生活，因为他以前过的是贵族的那种公子哥的生活嘛。于是他要决定深入体验一段世俗的生活。他想要体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想要去学习怎么样做生意，跟凡人打交道，以及怎么样建立亲密关系，然后怎么样去处理人世间那些事物，这些也是他修行的一部分。就他有一段时间是还俗的。这个很合理，我觉得就是一听就很真实。就他仿佛在不同的境界和层次当中去来回的去体验，然后去思考，有这样一种感觉。就相当于那这本书就是说这个到一半了吗？我们这个大概的一个剧情故事。他这个故事其实很短。主要是他内心的那些表达还有内心的转变描写的比较多。然后他的故事梗概大概就是出家，然后还俗，然后又出家，然后再跟这些身边的人还有他碰见的人在交流和相识的过程中去体悟到这种佛学的智慧吧。其实最终就是达成他自己内心的那种平和和喜悦嘛。他最开始就是还是比较像你说的，他是比较空虚的，然后不满足的，然后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他通过这些来来回回的经历，他最后达到了一个平和、喜悦、释然的状态。就是最后的阶段，他是找到了他想找的那些感受，或者我们叫真理，存在状态。总之就是他经历了这么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他并没有白折腾，他最后得到了他想要的那个终极的目标。对，就是他由原来的那种焦虑，从原来的那种空虚，变成了一个平和喜悦，然后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的那一个人了。
就他能在很平凡的一些事当中就感觉到存在的美好。他这个书中都会描绘出来，对吧？这种存在境界。对，就是他是怎么达到的，他会描写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去读这本书，就相当于跟着经历了一遍，对提升自己的这种就是思考啊，或者说是这种认识都很有帮助吧，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其实他的人生经历，这个框架也大约可以套在就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可能不会剧情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种，感受和阶段可能是类似的吧。虽然说佛陀就是比较厉害嘛，咱们不能随便去觉得跟他相比，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借鉴他的一些心路历程的。就是我们未必能达到他这种最终极的人生境界状态，但是我觉得通过学习他的这个一个心路历程，可以加速或者说为自己的提升之路找到一个方向吧。因为我首先相信它是真实的，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俩读完这个书的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怎么去形容一下。哎呦，你先说。我觉得它是我看过最震撼的开悟著作之一吧。评价很高。对，因为黑塞他在写悉达多的这一生的过程，穿插了大量的哲学思考，就是他的语言写得非常的有深度，然后又比较的华丽，类似于庄子的那些散文，非常的汪洋恣肆，放荡不羁的那种思考，对人生的彻底的追问。而且是追问了各个角度，他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产生新的困惑。写得很真实。我看完我的感受就是，他就是在心理描写这一块，就是一个追问到底，然后打破砂锅。非常的详尽吧，然后看完也是觉得很震撼。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值得读很多遍。然后其实这种佛学小故事挺多的，但是黑塞他可能也是他的这种思考深度比较够吧，所以他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通俗易懂，然后也非常的流畅。我觉得值得再一读吧。就是你对他的评价也是大约是什么样？也是很高的嘛？就是认为在众多的这种灵性开悟啊，或者说提升境界的这种书籍类型当中，你觉得他的推荐指数能达到多少？我觉得这个我看的这种开悟或者说提升境界的书其实并不多，但是我觉得他这本书，如果要评分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满分。明白。因为这是黑塞他的相当于是他的哲学深度最高的一本著作，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哲思，非常喜欢探讨人的成长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书，但这本书是他众多书里边最浓缩的一本，最精华的一本。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浓缩就是特别的恰当，就他这本书可能篇幅不大，但是它可能整体的重量，它的密度是比较，对吧？比较厚重的。可能我们看一遍两遍是不能够完全去理解它的这种思考的深度，很多的角度的。对，它值得一读再读。我觉得每个阶段去读的话，都会有不同的感悟。对。那这本书我们就大约说到这儿，因为这个书我觉得现在也属于挺畅销的一本书，那个网络上总推荐，然后我也早就买了，但一直没开封没看。没事儿，这个书很短的，我估计你一时兴起一下就看完了。
我觉得好书它就是你只要看5分钟，你就舍不得停下来，你会一直看下去，是会有一种上瘾的感觉。对，会有一种上瘾的感觉。对，但是悉达多的这个故事，我从很多方面都大约了解过，然后包括我之前看的那个《告别娑婆》的最后一本，他讲的就是耶稣和这个悉达多的他们的七世情缘嘛，然后也大概的描述了一下悉达多这样的一生吧，然后包括和耶稣互动的一些那种转世啊，当然可能有点扯啊，他这个，但是包括一些佛陀的那个电视剧啊，就是其实感觉都是相通的，就是他悉达多包括佛陀他那些教诲其实一直是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可能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那种就是以前学的那种知识和理论反复的又再现的那种感觉吧，只是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度更强烈一些哦。总之我觉得你们说的这个作者和这个书的话，肯定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一读再读的。如果没有读过的人的话，真的是得，如果想在灵性方面然后开悟方面有所成长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可错过的一本书。对，就他的经历也特别像中国那个李叔同的人生经历嘛。李叔同他也相当于从小到大都特别优秀，在世俗和文学、哲学等方面都属于那种文艺复兴级的大师吧。他最后也是抛弃了世间的一切浮华和名利，选择出家修行了。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我还真想就是展开一下。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荒野生存》啊，然后我看了好多遍，它大约就是也是讲类似于就是实际是一个能力和各方面条件都不差的人，但是他会抛弃自己的生活的这些角色感的东西，然后去追求一种大家都世俗人是理解不了的东西。但是它是个真人真事儿啊，荒野生存。然后这个作者他就是这个人物传记的这个主角，这个男的哈，他最后还是就是死亡了在野外啊，可以说是一个不好的结局。但他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然后我也看过几遍。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就是他唾弃这个世界的这个世俗的很多的东西，学历啊、名利啊，然后婚姻啊、金钱呐、这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极端主义者，然后给自己设了一个定义，就是一个超级流浪者这样一个角色，他是认为他是比较舒服的啊。他只要一想象自己穿上西装了去上班啊，成为某一种角色了，他就会觉得很虚伪，然后很抵触，所以他最后就是流浪了。然后流浪了几年挺快乐的，然后最后可能因为一个小失误嘛，然后就困在了荒野，最后就饿死了，病死了这样。你们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荒野生存》啊。这个电影我也看了2遍，看2遍。这个电影我看过1遍，看过1遍。好，那我们可以就稍微讨论一下，就是你看这些很厉害的人，他也是名牌大学的嘛，对吧？他们都有那种想抛掉一切，然后去寻找啊，或者探索一种，对吧？莫名其妙的东西。你们怎么去理解这种理念？我觉得就是有的人不喜欢大家都有的东西，就是大家都喜欢标新立异。比如说小时候别人都有的玩具你可能就不想要了，你就想要一个大家都没有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别人都有的生活方式，你每天都看到他们怎样生活，你已经看够了，你觉得很没意思，然后你就想要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这个电影的主人公他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更有勇气一些，他可以比常人更大胆的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去开辟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虽然他最后死了，但是每个人都会死的，这是早晚的事儿嘛，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
就是很多人把结局看得很重要，其实结局是一点都不重要的，就是人的终点归宿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你是怎样到达那个终点。重要的是过程和体验，对不对？对对。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我觉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和他经历了就比较类似的心路历程嘛，因为我，自认为是个自然主义者，然后我对荒野也是有非常浓烈的向往和热情。对，然后像Into the Wild 这个主人公，他真的是非常敢想敢做，去荒野扒火车，然后搞到一个批发去漂流，他说做就去做了，根本就没有在乎所谓的法律、国境线，或者说那些自身的安危。对，那些政府机关对他的限制，他完全不在乎，直接行动就好了。所以这是我很佩服的一点。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其实人的活法确实比传统社会要更多一些。是，虽然年轻人的生活处境比较艰难，但是社会总的来说，在某些程度上还是会松绑的。然后我也看到 B 站上有一些过着不一样生活的人接受采访嘛，比如说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小哥，他叫艺名叫土拨鼠，他还是在国外获得了3个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他短暂的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现在一直在中国大理等地方露营，风餐露宿吧，然后每个月花销降低到100多人民币以下，就是纯粹靠吃免费的素食，还有搭帐篷过夜，来实现他心中那个绝对的自由。真的是，他现在接受采访次数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想法是非常独特的，然后他也经常去搬运一些心理相关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好玩的项目啊，也完全脱离了获得一个高学历，然后去找一个高薪工作一直干下去，然后过一种稳定中产生活的那种常规路径。就你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对，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会越来越多。然后《荒野生存》这个电影，我想把它和另外一个纪录片做对比。就是赫尔佐格，他是德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你们应该知道吧？你经常跟我推荐吗？对，然后他拍一部纪录片叫《灰熊人》，是跟《荒野生存》这个电影非常类似的一个故事，讲的一个北美的青年觉得自己人生毫无意义，然后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于是他抛弃了原来的那种白人男性的日常生活，跑到阿拉斯加去，那个最酷寒的地方，选择去跟灰熊待在一起，跟他们相处，然后深入灰熊的生活，去观察他们，然后去玩灰熊的粪便，去跟灰熊互动，然后他觉得从环境保护还有跟大自然的相处，跟灰熊相处中找到人生意义。当然这个纪录片它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最后这个灰熊人这个男孩，他是在被灰熊活生生的吃掉了，和他女朋友完整的目睹了这个场面，也是非常惨烈。当时还保留了录音和录音的那个资料，还被拍下来了。
好像是有录音的，因为当时赫尔佐格那个纪录片里面经常放这一段。哦，对，就是两种不一样的视角吧。他们走进荒野，他这个电影也写的比较的热血，我们要去追求那种放荡不羁的自由洒脱的生活，然后给年轻人很多激励和梦想。赫尔佐格他这个导演也是非常热爱荒野，然后他觉得拍电影拍纪录片就是一种运动，但是他对待这个与灰熊接触小伙态度又非常的冷静客观和遏制，可能这也是德国的一个民族特色吧。但是赫尔佐格他并没有去非常的赞扬或推崇灰熊人这种生活方式，只是告诉我们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有它包容的一面，当然也有它非常恐怖和恶劣的一面。比较客观。对。我一下说这么久了。没有，说的挺好的，就多久都可以，挺好的啊。就也谢谢你推荐这个灰熊人，我那个到时候看一下哈，我确实挺感兴趣的，对这方面的题材。然后那你们觉得，因为时间剩的不多了哈，那你们觉得就是这种类型的题材啊，包括书籍啊、影片啊、纪录片，你们觉得就是说它的共性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的共性就是逃离人类社会嘛，向往这个自然世界嘛，然后讨厌一切人为建立起来的东西，喜欢一切自然天生就有的东西。比较相当于是在跟人类的文明在作对吧，我感觉就是人类的文明他们打心底里面是不喜欢的。你看他们俩都是去阿拉斯加这种没有城市都是荒野的地方。对，就是可以理解成他试图去逃离一些那种很虚伪的东西，他认为很虚假的东西。也不一定他认为是虚假的，只是他从内心里面他是不喜欢人类的这种文明形态的，他可能觉得当下的这种文明是丑恶的，或者说是没意思的，或者说是乏味的。因为我看那个电影，他的主人公他说的就是他经常用虚伪这个词，他就觉得他的父母的婚姻是很虚伪的，事业也是很虚伪的，然后包括这种学校啊、学历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在他看来就是比较虚幻的东西。就是我可以玩一会儿，但我不会把这个作为我人生的终极目标。其实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啊，我觉得人类的文明和自然的这种生态，它其实本质上都是虚幻或者说真实的，它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从虚幻和真实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差别不大。他可能觉得虚伪是他觉得人类的这种文明，它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那种欺骗，还有那种尔虞我诈，或者说是就是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这些，对，非常恶劣，对，他讨厌的地方是这样，对，就是一定有其原因嘛，他不是无缘无故去讨厌的嘛。是的。然后相反，他可能相对来讲，自然的环境倒不是说自然有多么的美好，对于他来说，可能觉得相比人类社会，可能是一方净土，就是稍微舒服一点的，对他来说。可能跟他的家庭环境，还有他在社会当中接触到的那些阴暗的东西，已经把他的极限已经突破了，他就跳到另外一个反面去了。是，还有1分钟。对，那藿香讲一下，你觉得他们的一些共性吗？有想法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原认知嘛，就是你对于某一个
东西认知的一个反思。因为很多时候人按照他的习惯或者说那种常规去生活，他是没有这种意识的，他可能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了，他觉得过得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一旦对这种生活有了反思之后，就会去探索一些新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人生目标吧。对，寻找一些不同的视角或者说可能性。那咱们再开一个。对，重开。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